岁月不饶人，转眼这日历又要翻篇了。最近我总是听到身边有些朋友，特别是属牛，过了40岁，平时挺稳重的，最近却慌慌张张来问我，老师，听说2026年是马年，我们要害太岁，这个丙字听着就吓人，是不是我要倒大霉了？我看他们那个焦虑的样子，我就笑，我说诸位，你们把这个运字看得太浅了，倒霉不倒霉不是看这一个字，而是看着天地间的一股气。但是今天既然要讲，我就不跟诸位打哑谜，我要讲一句让你们心里头咯噔一下的实话。尤其是属牛的朋友，如果你的年纪过了40岁，是家里的顶梁柱，那么我要告诉你，2026年丙午年对你们来说，绝不仅仅是普通的犯太岁，这是一场烈火焚身的局。为什么这么说？咱们先不说迷信，咱们讲道理，讲物理。2026年干支纪年叫丙午，天干是丙，那是天上的太阳之火，地支是午，那是地上的熊熊烈焰。你们想想看，天上一个太阳晒着，地上再架起一堆大火烤着，这一年整个天地之间就是一个巨大的炼钢炉。那属牛的你是谁？在易经的五行里，牛对应的是丑，丑土是什么土？它是寒冬腊月的冻土，是湿润的泥土，里面含着水，能生万物，能长庄稼。按理说火生土，火是帮土的，对不对？很多半桶水的算命先生就会恭喜你，哎呀，属牛的好啊，这一年有印星相助，火来生你，有贵人啊！我跟你讲，这叫只知其利，不知其害。凡事都讲究一个度，冬天里的一把小火，那是暖局，能让你这块冻土解冻，长出庄稼。可是如果是2026年火力壮，身体里的水多，烤一烤，也就是发脾气，长2个痘痘的事，睡一觉就回来了。可是诸位属牛的中年朋友，你们不一样啊！你们想想看，人到中年，像不像一根家里的顶梁柱？这根柱子其实早就已经外强中干了，上面顶着4个老人的健康，下面挂着孩子的学业婚房，中间还要扛着房贷车贷，职场的勾心斗角。你的身体就像那块丑土，看着还结实，其实里面全靠那点肾水在撑着，全靠那点精气神在润着。这时候丙午年的这把大火烧过来，要是你守不住，会有什么后果？第一，这根柱子会裂，你身体里的水被烧干了，首先反映出来的就是燥。你会发现这一年你的脾气变得特别坏，莫名其妙的无名火，看谁都不顺眼。2口子过日子本来好好的，这一年可能因为一句话就闹离婚，这就是火毒攻心，把你家里的和气给烧没了。第二，这根柱子会塌。中医讲丑土对应脾胃，而火烤干的后果就是伤肾。你会觉得这一年特别累，那种累是睡不醒的累，腰膝酸软，记性变差，甚至那些平时没注意的心脑血管毛病一下子全冒出来了。这就叫火旺土焦水枯。你是家里的天，你塌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第三，也是最要命，你的财库会漏。土是万物之母，土焦了寸草不生。你想在这一年做大生意发大财，地都裂了，你撒什么种子都是死。所以这一年很多属牛的朋友会发现钱特别难挣，好不容易挣点，家里马上出个事，稀里糊涂就花出去了。这就叫财来财去，一场空。讲到这里，诸位可能心里已经开始发毛了。老师，既然天时如此，这火这么大，我们是不是只能等着被烧？是不是只能认命？诸位要记住，佛法讲因果，易经讲变异。老天爷从来不会把路堵死。既然天上的火我们灭不掉，那我们就要想办法
别让这把火烧到自己的肉身上来。我们要学会藏，学会护，学会戒视。而很多灾祸其实不是天降，是你自己招来的。很多时候你每天出门做的一个小动作，就在决定你是把这把火引到身上，还是挡在门外。这个动作是什么？就是穿衣服，你可能觉得好笑，老是穿个衣服还能救命。我跟你讲，身之衣如屋之墙，衣服绝不仅仅是一块遮羞布，它是你人体气场的最外层防线，是你在这个天地间行走的移动风水局。你想想看，如果外面下着大雨，你穿个蓑衣，雨就淋不湿；你如果外面刮着大风，你穿个皮袄，风就吹不透。同样的道理，如果2026年外面是漫天大火，你该穿什么？如果你穿对了，你就是给自己的房子加了一层防火层，外面的火再大，你屋里还是凉快湿润的，你的家运、财运、身体都能保得住。但是如果你穿错了呢？如果你不知死活，偏偏要往身上穿那些助燃的颜色，穿那些吸热的颜色，那你就是在那把火上又浇了一桶油。我这几十年见过太多可惜的例子，我也见过很多40、50岁的朋友，甚至是做大生意的老板，平时看着挺稳重，做事也有分寸，可就是因为懂这个理，在流年不利的时候，天天穿着一身黑或者一身深灰，觉得这样显得有身份，压得住场面。结果怎么样？那一年好好的生意突然就断了链子，好好的身体突然就查出了大毛病。他们来找我哭诉的时候，我就看着他们身上那件衣服直摇头。我说，你这哪里是在穿衣服，你这是在给自己穿小鞋，是在给自己的运势打死结啊！诸位属牛的朋友，尤其是家里的顶梁柱们，你们给我听好了，在2026年有3种颜色是你们绝对不能碰的禁忌色。这3种颜色可能在你往年的衣柜里是最常见的，是你觉得最安全的，甚至你现在身上就穿着。但在2026年这个特殊的火局里，他们就是那桶油，就是那个死结。你只要穿上身，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那点辛苦积攒的福报耗得干干净净。有人会问，老师，您把衣服说得那么神，是不是有点玄乎了？难道我穿件衣服就能把天上的火给灭了？我跟诸位讲，这不是玄乎，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体工程学，是实实在在的能量交换。现在咱们就把这个理智拆开来讲，让你明白为什么衣服是你中年的第2层皮，是你家运安稳不安稳的那道墙。很多年轻人，特别是20来岁的小伙子，听我讲穿衣改运可能会嗤之以鼻。他们说，老师您那套过时了，我看那些外国模特大冬天光着腿穿大衣不也挺好吗？只要好看，管他什么5行6气。我会笑着跟他们说，那是你们年轻，年轻人是什么？那是纯阳之体，就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火力壮得没边，别说穿错颜色，就是大冬天洗凉水澡，那是火炼真金，越炼越结实，那是他身体里的那股先天元气还在扛得住照。但是作为属牛的朋友，尤其是过了40岁的中年人，咱们得服老。人过了40，哪怕你保养得再好，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你的气血开始走下坡路了。中医讲40不惑，50知天命，其实也是在讲身体的衰退。你的那层护体阳气，也就是胃气变薄了。这时候你就像一间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墙皮开始疏了，窗户缝开始漏风了。在这个时候，衣服是什么？衣服就是你这间老房子外面加固的那层保温层，是你这棵老树外面裹的那层防寒布。老祖宗有句话叫人靠衣，装马靠鞍。
很多人把这话理解浅了，以为是说穿得漂亮显白，其实这背后有深意。庄这个字在古代通假是壮大、加持的意思。衣服是你的后天八字，是你在这个充满了各种用磁场辐射情绪的世界行走时最后一道保护屏障。特别是在2026年丙午年，天地气场那么燥，满世界都是火毒，年轻人火力旺，也许能跟着外面的火硬碰硬一下。可属牛的中年人，你那点本来就稀薄的湿土之气，要是没有一件对的衣服护着，那一出门就被外面的烈火给吸干了。我以前有个学生是个做企业的人，很厚道，就是运气一直起起伏伏。有一年也是个火旺的年份，他来找我一脸晦气，说老师真奇怪，我最近明明谈了好几个大单子，每次都是谈得好好的，一到签约那天对方就变卦，而且我回到家只要一进门就觉得胸口闷，看孩子写作业我就想发火，我是不是撞邪了？看了看他，那天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毛衣，外面套个黑夹克，整个人显得灰扑扑的，像刚从煤堆里爬出来一样。我说你没撞邪，你是把你自己的风水给堵死了。他很惊讶，衣服还有这讲究。我说你看你这身打扮，你是属土的，这一年火这么旺，你需要的是泻火生土，或者是后土成土。可你穿个黑的，水与火激战，把你那点元气耗光了。你又穿个灰的，湿土在火里一烤，变成了硬邦邦的土，气都不通了。你的气场是淤的，是死的。你带着这一身死气去谈生意，人家的气场那是活的，一碰你本能的就想躲。你带着这一身火气回家，家里的磁场本来是宁静的，被你一搅和能不乱吗？后来我让他回去把那些黑的灰的衣服全收起来，换上米黄色、浅咖色，或者内搭点暗红色。过了半个月，他给我打电话，声音都变了。他说神了老师，单子签下来了，最关键是我现在回家心里头不那么燥了，能坐得住了。诸位，这就是气场，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真实存在。这就好比收音机2026年的天地气场就是一个特定的频道，如果你穿的衣服颜色不对，你的频率就调歪了，收到的全是杂音、噪音，也就是灾祸和病痛。如果你穿对了，频率对上了，收到的就是音乐、新闻，也就是财运和福报。那么具体到2026年，哪几种颜色会让属牛的中年人调错频道呢？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因为这3种大忌之色，恰恰是你们中年人最喜欢、觉得最安全、衣柜里最多的颜色。你们觉得它代表的稳重大气，压得住阵脚。殊不知在2026年，这3种稳重色就是让你们家运难安、身体垮塌的罪魁祸首。我要讲的第一种颜色，90%的属牛人现在身上可能就穿着它看起来最不起眼、最百搭，但在2026年，它却是耗干你肾气、吸干你老本的第一大凶器。这第一种颜色说出来，你们可能会吓一跳，因为它太常见，常见到你们每个人，尤其是男同志，衣柜里起码有一半是这个颜色，甚至很多人觉得只有穿这个颜色才叫正统，才叫压得住台面。但是我今天要跟属牛的朋友，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身体气血开始亏虚的中年朋友，讲一句狠话。在2026年丙午年，这个颜色就是你们的抽血泵，它就是深黑色。大家听到黑色是不是觉得很意外？很多人会说，老师黑色多好啊，显瘦、耐脏、严肃。我参加会议、谈生意，不穿黑色穿什么？
再说了，五行里不是说水克火吗？2026年火那么大，我穿黑色水去克一克，它不是正好降温吗？哎呀，这就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叫书呆子算命。一定要记住，五行生克从来不是绝对的，它是讲实力。没错，黑色在五行里属水，正常情况下水是能灭火，但是诸位想想看，2026年是个什么火？那是丙午啊，那是天上的烈日加上地上的燎原大火，这一年的火是军火，是旺火，是势不可挡。你这一身黑衣服带的那点水汽，在那漫天大火面前算什么？那就是往烧红的铁锅里倒了一杯水，滋啦一声，瞬间就蒸发了。这在命理学上不叫水克火，这叫火旺水干，或者是水火激战。这就像两个大力士在打架，一个壮得像头牛，也就是榴莲火，一个瘦得像只鸡，也就是你身上的黑水。你非要让这只鸡去斗那头牛，结果是什么？鸡被踩死了。那么在这场激战中，最倒霉的是谁？是你啊，是属牛的。你丑土就夹在中间，一边是流年的大火在烤你，一边是你自己穿的黑色水试图去灭火，却被瞬间蒸干。你这个湿土本来还能靠那点水分养根，结果被这两边折腾，变成了一锅煮干了的粥。对于40岁以上的属牛人来说，穿黑色就是在干一件自杀式的蠢事，你在透支你的老本。为什么这么说？咱们落到身体上来讲，你们就听明白了。在中医和道家养生里，黑色对应的是人体的哪个脏器？是肾。肾是什么？肾是先天之本，是人体的电池。年轻人电池是新的，电量足，怎么折腾都行。可人过了40，你的电池用了几十年了，本来就虚了。2026年外面的火气本来就在耗你的阴液，这时候你再穿一身黑，看似是补水，其实是引动了你体内的肾气去跟外面的火气打架。这一打，你的肾气就漏了。我这几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惨痛教训。记得有一年也是个火旺的年份，有个老朋友的学生姓张，是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属牛的，那时候刚过45岁。这个张老板人很精明，但就是迷信那种成功学的穿衣风格，不管春夏秋冬，永远是一身笔挺的黑西装，里面是黑衬衫，还得配个黑皮包。他觉得这样显得深沉有城府。那年年初我碰到他，我就劝他，小张啊，今年火气太重，你这身黑皮要脱一脱，你本来就属湿土，再穿黑水，这一年你会觉得身体被掏空的。他那时候正是春风得意，哪里听得进去？他说，老师，我是做大生意的，穿得花花绿绿像什么样子？黑色聚财嘛。结果呢，到了那一年的夏天，农历5、6月份火最旺的时候，他突然就不行了。不是生意不行，是人不行了。他跟我讲那种感觉就像是鬼压床，每天早上醒来腰就像断了一样，酸得直不起来。明明睡了8个小时起来还是困，脑子像浆糊一样。去公司开会，坐在那里就想发，看谁都不顺眼，想做个决策，心里总是慌得厉害，定不下来。更要命的是，那一年他的那方面也不行了。两口子因为这个天天冷战，他去医院查来查去，西医说亚健康、植物神经紊乱、慢性疲劳综合征。后来他实在扛不住了，跑来找我。我看他那个脸色黑里透着青，眼圈也是黑的，整个人像个被烧干了的锅底。我说，你这是水火交争，把你的肾水都烧干了，你还穿着一身黑，就像是给块没油的灯芯上又压了一块大石头，火苗子都要被你压灭了。我让他回去立刻把黑西装锁起来，换上米黄色的夹克或者那种浅咖色的唐装，
内衣换成红色的，哪怕穿个红袜子也行。我说你现在需要的不是生辰，是生机。你需要火来生土，土来生金，让气转起来，而不是用水去硬扛。他这次听话了，回去换了衣服，又配合着吃了几副补气滋阴的中药。大概过了1个月，也就是到了秋天金旺的时候，他的精气神慢慢回来了，腰不酸了，脑子也清醒了，那种莫名的心慌感也没了。后来他跟我感叹，老师真没想到件衣服的颜色能把人折腾成这样。诸位，这就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对于2026年的属牛人来说，黑色不是稳重，它是死忌。尤其是对于那些本来就肾气不足，容易腰酸背痛、夜尿多、怕冷又怕热的中年朋友，黑色就是一种负能量的黑洞，它会不断地吸走你身上仅存的那点阳气，让你变得消极、压抑、恐慌。所以我的第一条铁律就是2026年属牛的朋友，尤其是40岁以上，请把你们大面积的黑色衣服、黑大衣、黑羽绒服、黑毛衣、黑西装通通收起来。哪怕是必须要穿正装的场合，你也尽量选深蓝色或者藏青色来代替黑色，或者你在黑西装里面必须一定要穿一件红色的或者明黄色的内搭，用这种火和土的颜色把黑色的水气给它化掉。这就是4两拨千斤的改运法。讲完了这第一大雷，你们可能觉得行，我不穿黑的，那我穿灰的总行了吧？灰色低调，不黑不白，总没那么多讲究吧？哎呀，诸位，这就要掉进第2个坑里了。我跟你讲，接下来的这个颜色深灰色，比黑色还阴。黑色好歹是明着跟你打架，水火激战，打输了也就是累一点。但这灰色不一样，灰色是淤，它就像一块把你粘住的口香糖，让你想跑跑不掉，想发财发不了，让你在2026年这一年里活得那是相当的憋屈。为什么这么说？你想知道这灰色到底是怎么毒死你的财路的吗？别急，喝口茶，把心沉一沉，咱们来揭开这第2层更隐蔽的网。毕竟咱们要讲的这个颜色，它不跟你硬来，它是什么？它是软刀子割肉，它让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大毛病，也没什么大灾大难，但就是觉得日子过得憋屈，就像走路鞋底沾了3斤泥，甩都甩不掉，就像喉咙里卡了根鱼刺，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个颜色就是很多中年朋友，特别是那些想求稳不想太张扬的朋友最爱穿的深灰色。诸位朋友，你们打开衣柜看看，除了黑色，是不是深灰色的衣服最多？深灰色的西装，深灰色的夹克，深灰色的运动裤。很多人跟我说，老师，黑色我不穿了，太沉闷，那灰色总行了吧？灰色叫高级灰，低调内敛又不失身份。再说了，我是属土的牛，灰色也是土色，同气相求，应该没事吧？哎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诸位属牛的朋友，你们要搞清楚自己的土是什么，土灰色的土又是什么？在五行命理里，属牛的地支是丑，是湿土，是冻土。而深灰色在五行气场里，它代表的是一种阴土，是那种混杂了水的粘稠的，甚至带有腐败气息的泥土。2026年是丙午年，是大火之年。当这漫天的大火丙午遇到了你这块湿土丑牛，本来就已经在考你了。这时候你再往身上穿一件深灰色的衣服，等于什么？等于你往这个火坑里又倒了一车烂泥巴，火一烧，湿土一混，加上那层烂泥，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滚烫的、粘稠的、
怎么挣扎都爬不出来的泥潭。这就叫土多金埋，这就叫气机瘀滞。这不像黑色那种激战，打一架输了就输了，痛快。灰色给你带来的是一种自制。对于40岁以上的中年人来说，这种自制比输更可怕，因为它会让你陷入一种无力感。第一，它是你事业上的拦路虎。我见过太多属牛的中年人，平时工作能力很强，兢兢业业，可就是因为喜欢穿深灰色，觉得这样显得老练，结果到了2026年这种流年，他会发现明明谈好的合同，临门一脚，客户那边出了幺蛾子，拖着不签。明明该轮到他升职了，上面突然空降了一个人，把他挤一边去了。明明项目做得好好的，突然资金链卡住了。这就是气不通则运不转。你就像陷在泥潭里的老牛，拼了命的往前拉车，四蹄乱蹬，浑身是汗，可是车子就是纹丝不动。这叫什么？这叫徒劳无功。第二，它是你财运上的漏斗。很多人以为灰色是土，土能生金，能聚财。错，在2026年这种被火烤焦了的石土、淤土，它是生不出金来的。它不仅生不出金，它还会把你的金，也就是钱财给埋进去。你会发现这一年你的钱财就像进了无底洞，你辛辛苦苦赚了一笔，还没捂热乎呢。孩子要报辅导班，老人要住院，车子要大修，家里水管爆了，各种莫名其妙的琐事就像排着队一样来找你要钱。这就是左手进右手出，你忙活了一整年，到年底一算账，嘿，白忙活，存折上的数字还是那么多，甚至还倒贴。我当年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们看到的灰色表象上是稳重，是低调，但在这个流年的因果里，它的实相是阻碍，是拖累。给你们讲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大姐姓李，属牛的，那时候也就45、6岁，她在事业单位上班，还是个中层领导。这个李大姐平时最讲究分寸感，她觉得女人到了中年不能穿红带绿，要端庄，所以她的衣服清一色都是那种烟灰色、铁灰色的套装，她觉得这样显得专业不招摇。那一年也是火旺土焦的年份，她来找我，一进门我就看她眉头紧锁，脸色发黄，整个人像蒙了一层灰。她跟我诉苦，老师，我最近真是倒霉透了，单位里评职称，我资历最老，材料都准备好了，结果最后关头被刷下来了，理由居然是说我缺乏创新活力。回到家也是，我想给儿子攒点首付买房，结果理财产品暴雷，亏了一大笔。我现在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总觉得胸口堵着一块大石头。我看了一眼他身上那套深灰色的职业装，叹了口气。我说，大姐啊，你这哪里是端庄，你这是把自己给封住了。你本来就是属牛的，个性就固执，不爱变通。2026年这把火本来是要帮你把土烧热，把金炼出来，可你穿这一身灰，就像给这把火泼了一盆冷水加泥浆，火没烧起来，反而把你弄得满身泥泞。中医讲脾气一虚，肺气先绝。灰色对应的是什么？是石土。你把自己的气场穿成了石土，你的脾胃怎么能好？你的财运，也就是金，怎么能生得出来？我让他回去做3件事。第一，把你衣柜里那些深灰色的衣服全部送去干洗店洗了，然后打包收起来，今年别穿了。第二，去买几件米黄色、浅驼色的衣服，那种颜色叫阳土，是晒干了的，松软，能长庄稼的土。第三，每天早上起来穿一双红色的袜子。他半信半疑的回去，过了3个月，他再来的时候，
换了一件米白色的羊绒大衣，围了个红围巾，哪怕我不懂看相，光看那个气色都知道他顺。他笑着跟我说，老师真邪门。换了衣服以后，心情莫名其妙就开朗了。虽然职称没评上，但我那个理财居然拿回来一部分本金。最关键是单位领导看我这身打扮，说我精气神不一样了，给了我一个新的项目负责。诸位，这就是境随心转，运随气迁。对于2026年的属牛人来说，灰色不是低调，它是泥潭。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就有胃病、消化不良、容易腹胀的中年朋友，深灰色就是你们健康的大忌。土主脾胃，当你穿一身灰，气机郁滞的时候，你的脾胃运化功能就会停摆，你会觉得吃什么都不香，肚子总是胀胀的，身体越来越沉重，人越来越懒，人一懒财就散，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我的第二条铁律就是2026年属牛的朋友，请把你们那些深灰色、铁灰色、烟灰色的衣服暂时雪藏起来，不要觉得他们百搭，他们搭的不仅是你的衣服，更是你这一年的霉运。如果你一定要穿灰色，请记住只能穿浅灰或银灰，那是带有金属性的亮色，能泄土生金。但凡是那种暗沉沉的像阴天一样的深灰色，万万不可上身。好了，黑色讲了，灰色也讲了。你们可能会问，老师，那红的发紫行不行？紫色总该是大红大紫的好兆头吧？哎呀，我的天哪，你们这是要往火坑里跳啊！我跟你们讲，前面这两个颜色，黑和灰，顶多是让你身体累点，钱难赚点。但是接下来的这第三种颜色，那才是真正的重磅炸弹。它是很多老人家、很多贵妇人最喜欢的颜色，觉得它代表着富贵，紫气东来。殊不知在2026年，这个颜色一旦上升，它烧的不是你的钱，而是你家的和气，甚至是你那一根紧绷的血管。前面咱们把黑色和灰色给扒了个底朝天，一个让你累，一个让你淤。但是如果说前两个颜色还是在给你死绊子，让你走不动道，那么接下来这第三种颜色，它就是直接往你家里扔了个燃烧弹。这个颜色是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是那些讲究贵气、喜欢听吉利话的朋友，最容易踩的雷。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它代表着紫气东来，代表着大红大紫。但是作为属牛的朋友，尤其是家里有高血压、心脏不好或者脾气本来就急的中年人，你们给我听好了，在2026年丙午年，这个颜色就是你们的催命符，它就是深紫色。诸位朋友，你们去商场看看，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服装，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很高档的唐装、旗袍、大衣，都喜欢用深紫色。销售员会跟你们说，大姐大哥，这叫帝王紫，穿上显白显贵气。你看故宫都叫紫禁城，这颜色吉利啊。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吉利不吉利是要看天时的。在平常年份，或许紫色是吉利的，但在2026年丙午年，对于属牛的你们来说，穿深紫色就是在干一件极度危险的事，火上浇油。咱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局。深紫色在五行能量里，它属什么？它属火，而且是那种极其浓烈、极其不稳定的烈火。它比大红色还要燥，因为它里面还带着一点黑水的收敛，这就变成了闷烧。2026年是什么年？丙午年，天上地下全是火，属牛的你是什么？丑土湿土。你这块本来还带着点水气的湿土，已经被流年的大火烤得冒烟了。这时候你再穿一身深紫色的衣服，等于什么？等于你
觉得自己烤得还不够干，又往身上泼了一桶滚烫的热油。这一泼下去，瞬间就会引发2个极其可怕的后果。第一，你的身体会爆表。中医讲火主心，心主血脉。对于40岁以上的中年人来说，心脑血管是最脆弱的。2026年的火运本来就在让你的心跳加速，血液流速变快，血管压力增大。这时候如果你穿深紫色，就是在人为的给你的心脏加压。我这几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姓王，属牛的，那年刚满60。老王平时身体硬朗，就是有点高血压。那年过年，丙午年年初，为了图个喜庆，儿女给他买了一件深紫色的绸缎唐装，上面还绣着金福字。老爷子高兴啊，天天穿着出门拜年打牌。结果呢，就在正月15那天，因为打牌输了几把，跟牌友拌了几句嘴。要是搁平时，也就是笑过去了。可那天穿着那身帝王紫的老王，突然觉得一股火气直冲天灵盖，脸涨得通红，当场就拍了桌子，紧接着往后一仰，晕过去了。送到医院一查，脑溢血，幸亏送得及时，捡回一条命，但半边身子还是不太利索了。后来我去医院看他，他还在那嘀咕，我平时脾气挺好的啊，怎么那天就压不住火呢？我看着挂在病房衣架上那件深紫色的唐装，叹了口气，我说老哥啊，你这是被火攻心了。这一年本来就燥，你还穿这么一身烈火在身上，你的血管就像那个高压锅，气阀都被你堵死了，能不炸吗？诸位，这就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对于2026年的属牛人来说，深紫色不是贵气，它是杀气。尤其是那些平时就有头晕眼花、失眠、心悸毛病的朋友，这一年深紫色的衣服、围巾、帽子，甚至是深紫色的床单、被罩，通通给我换掉。你要是想保命，想稳住血压，离这个颜色远一点。第二，你的家庭会起火，除了身体，紫色还会烧毁一样更宝贵的东西，你的家运。大家知道属牛的人一般脾气都挺好，像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但是在2026年，因为丑午相害，你们的内心本来就是烦躁、敏感的。这时候深紫色的能量场会放大这种烦躁，它会让你变得情绪失控。你会发现这一年你特别容易冲动，看谁都不顺眼，听谁说话都像是在挑衅。丈夫回家晚了，你平时可能问一句就算了，这一年你会歇斯底里的跟他吵。孩子作业没写好，你平时可能就是批评2句，这一年你会忍不住动手打人。这种无名火烧掉的是夫妻的情分，烧掉的是亲子的缘分。我有个女学生也是属牛的，平时那是出了名的贤妻良母。有一年她迷上了穿紫色的裙子，觉得显得有女人味。那年夏天，她哭着来找我说要离婚。我问为什么，她说老师，我也不知怎么了，最近看老公就像看仇人。她说句话我就想怼回去。昨天因为做饭咸了淡了这点小事，我们竟然打起来了，把家里的电视都砸了。我看着她那一身深紫色的连衣裙，心里就明白了7、8分。我说你这不是想离婚，你这是中暑了，是心里的火毒把你烧昏了头。我让她回去把紫色的衣服收起来，去买几盆绿萝，富贵竹放在客厅，木能泻火气，换上淡绿色或者米白色的家居服。过了半个月，他不好意思的给我打电话，老是不离了。那天换了衣服，看着那一屋子绿植，心突然就静下来了。想想也是，几十年的夫妻，哪有那么大仇？
诸位，家和万事兴，在2026年最好的风水就是心平气和，而深紫色就是那个让你心不平气不和的罪魁祸首，它会让你变得贪婪，想赚快钱，急躁，想走捷径，暴怒容的人。对于40岁以上的中年人来说，家庭稳了，你的后半辈子才稳。要是家散了，你穿得再像个帝王，也是个孤家寡人。所以我的第3条铁律也是最重要的一条。2026年属牛的朋友，为了你的血管，为了你的家，请把深紫色彻底拉黑。不管是深紫色的外套，还是深紫色的内衣，哪怕是一块深紫色的手帕，都不要戴在身上。尤其是千万不要穿深紫色的睡衣，因为睡觉的时候是你气场最弱、最需要休养的时候。那时候如果被烈火能量包裹，你做梦都是在打仗，醒来比不睡还累。好了，讲到这里，咱们这3大雷区：深黑色好胜，深灰色淤财，深紫色伤心，算是全部给你们排雷完毕了。你们可能会问，老师，这也不能穿，那也不能穿，那我到底该穿什么？难道让我光着出门？有没有一种颜色，既能挡住这流年的大火，又能保住我的财运，还能让身体健健康康的？有，当然有。老天爷关了你一扇门，肯定会给你留一扇窗。在2026年，有3种颜色是老祖宗留给属牛人的救命色。只要你穿对了这3种颜色，再配合上几个关键日子的小动作，那你这一年不仅能平平安安，说不定还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害太岁变成旺太岁。既然3害已经帮大家排除了，那咱们现在就来点那盏希望的灯。大家不要怕，老天爷的规律是公平的，有阴必有阳，有毒必有药。2026年虽然火旺土焦，但只要我们懂得借力打力，顺应这个火势，把它引到正确的地方去，这把火也能变成咱们属牛人的旺运火。我马上就把压箱底的几招救命法，穿什么，怎么穿，哪天做什么，通通教给你们。老祖宗讲顺天者昌，既然2026年丙午年是火旺之局，咱们属牛的人丑土就不能硬扛，咱们要像太极拳一样借力打力，把这股火气化解掉，变成咱们自己的财气和福气。怎么化靠的？就是这3种救命色。第一宝，正红色，以火攻火，护体金刚。很多人会问，老师，您刚才不是说火太旺了吗？怎么还让穿红的？红色不是火吗？这就叫同气相求。在民俗里，本命年或者犯太岁为什么要穿红？不是为了加火，而是为了挡煞。2026年的丙午火，那是邪火，是燥热的、伤人的火。而我们穿的正红色，代表的是正阳之气，是吉祥喜庆的火。这就好比两军对垒，外面全是敌人的火兵，也就是邪气。你如果穿个黑的水，那就是敌人眼里的异类，肯定先打你。但如果你穿个红的混在里面，那叫灯下黑，邪气反而不伤你。但是穿红有讲究，对于属牛的朋友，尤其是中年人，不需要你从头到尾穿成个大红包，那样太燥也俗气。我教你们一招3点式穿法。第一，内里穿一件红背心或者红内裤，这是贴身护住你的丹田气。第二，足底穿一双红袜子，或者垫个红鞋垫，这叫脚踏红火，把地上的火毒隔开。第三，手腕带一根红绳或者红玛瑙手串，这叫手握鸿运。谈生意签合同的时候，帮你挡挡晦气。只要有了这3点红，你的气场就有了护盾。第二宝，明黄色，厚土载物，引火生财。
这第二种颜色才是真正的转化剂。属牛的你是五行土，火生土，天经地义。为什么你会觉得火旺土焦？因为你的土太薄了，火太大了。那怎么办？加土啊。我们要穿明黄色、米黄色、卡其色、土金色的衣服，这些颜色代表的是厚重的阳土。当你穿上黄，你就加厚了自己的土层。这时候外面的火烧过来，不仅烧不坏，反而会让你这层厚土变得更加结实温暖。土厚了能干什么？能生金。在2026年，如果你想要求财，想存住钱，不想左手进右手出，那你就多穿黄色的衣服。特别是做生意的朋友，签合同的时候穿件米黄色的衬衫，或者带一条金黄色的领带，那个气场稳如泰山，钱财自然就聚拢过来了。第三，宝淡绿色，疏肝理气，枯木逢春。这第三种颜色是专门为了你们的健康和脾气准备。前面说了，火旺会把土烧焦，把水烧干，这时候大地上光秃秃的片死寂，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一点绿色的生机。绿色属木，虽然木能生火，但在2026年我们需要的是那种柔木，淡绿色、草绿色、薄荷绿。这种绿色有两个大作用。第一，疏肝。属牛的人这一年容易发火，肝火旺，绿色能疏通你的肝气，让你心平气和，不乱发脾气。第二，火土。只有长了草的土才是火土，穿点绿色能让你这个被烤干的丑土恢复一点生机，身体的免疫力自然就上来了。怎么穿？不需要大面积穿，女同志戴个翡翠镯子，绿松石项链，男同志穿个带绿色条纹的 polo 衫，或者在家里摆几盆绿萝，这就够了。讲完了穿，咱们再讲讲做。在2026年有3个日子是天地气场转换的节点。属牛的朋友，如果你能抓住这3个日子，做对3件小事，那你这一年的运势至少能稳住一半。第一关，正月初8，顺心节，点灯祈福。这一天是天上的星君下界的日子。属牛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运气特别背，听我的做法，在正月初8的晚上，天黑以后，在你自己家里的客厅或者阳台上点一盏灯。以前是点油灯，现在没有了，你就买那种红色的电子蜡烛，或者开一盏暖黄色的落地灯。但这灯不能瞎点，要点9盏或者1盏长明灯，围成一个圆圈。然后你自己坐在旁边静静地做10分钟，心里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就默念一句话：愿丙午年家宅平安，身心安顿，这叫顺心。借着天上的星光，把你家里的晦气照散。这盏灯最好能亮整晚，注意防火。第二关，清明节，躲清明，避阴护阳。清明是鬼节，阴气重。属牛的人2026年本来就气场弱，容易招阴做法。清明节当天，尤其是上午，尽量躲。什么叫躲？就是不要去那些阴气重的地方，荒郊野外、医院、殡仪馆。如果非要扫墓，尽量在中午阳气最旺的时候去，而且要在身上穿一个红色的护身符，红布包个硬币也行。扫完墓回家，不要直接进屋，在门口跺跺脚，把鞋底的土抖干净，甚至可以在门口烧张纸，注意安全，把晦气隔在门外，这叫躲煞，惹不起咱们躲得起。第三关，端午节，挂艾草，驱毒辟邪。端午是五毒月的开始，也是火气最旺的时候。做法，
端午节那天必须做2件事。第一，在自家门楣上挂一束新鲜的艾草、菖蒲，那个味道能杀菌，更能辟邪。第二，给你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每人佩戴一个香囊，里面装上艾叶、朱砂、藿香。这不仅仅是民俗，这是芳香避秽。那个气味能帮你打通呼吸道，提振精神，把那些想靠近你的病气邪气全部赶跑。诸位，你们看这几招难吗？不难。花钱吗？花不了几个钱。但是这里面藏着的是老祖宗几千年总结下来的生存智慧，它是对天地的敬畏，也是对家人的爱护。当你穿着红袜子走在正月初8的灯光里，当你挂上艾草，闻着那股清香，你的心里是不是会觉得特别踏实？这就对了。心安则家安，家安则万事兴。讲到这里，咱们的术怎么穿、怎么做都已经教给大家了。但是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最后还有几句心里话要跟各位属牛的朋友，尤其是那些还在为生活奔波，心里装着全家老小的中年朋友们说，因为所有的术最后都要归结到一个道之上。如果你做到了前面所有的一切，却唯独丢了这最后一样东西，那你这一年的运势还是个漏的。这最后一样东西是什么？它是真正的万法归宗，也是你留给子孙后代最大的金山银山。准备好了吗？咱们最后来谈谈这真正的改命天机。我不跟你们讲大道理，我跟你们讲几句掏心窝子的老实话。这几句话比那些颜色、那些仪式更能保你辈子的平安。诸位把心静一静，咱们来收这个尾。因为最好的风水是人心，把这保命符传下去，就是给子孙积阴德。第一件，我怕你们记性不好，咱们再把这保命符念叨一遍。人老了记性就差，我怕你们听的时候激动，关上手机全忘。我像个啰嗦的老太婆一样再给你们捋一遍，哪怕前面的全忘了，这几条实理给我刻在脑子里。第一条红线，深黑色，涉水，坚决不能穿大面积，那是水火激战，耗的是你老公的肾气，是你自己的精力，想保重身体就把黑衣服锁起来。第二条红线，深灰色，淤土，千万别图省事穿它，那是烂泥潭，赌的是你孩子的学费，是你家里的财路，想赚钱别穿灰。第三条红线，深紫色，烈火，打死也不能穿，那是火上浇油，烧的是你两口子的和气，是老人的血管。想家和万事兴，就把紫色扔远点，救命稻草。红色生福，黄色生财，绿色生肝。正月初8点灯，清明节躲一躲，端午节挂艾草。这几句话简单吧？照着做，你这一年的基本盘就稳住了。第二件，最好的改命是念头的流转。你们可能会问，老师，是不是我穿对的衣服就一定能发大财，定能长命百岁？跟你们讲实话，不一定。衣服是助缘，它能帮你挡风遮雨，但它代替不了你走路。佛经里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意思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一切是福是祸，是穷是富，归根结底是你自己的心造出来的。2026年是大火之年，大家都造。如果你穿对了衣服，但这心里头还是一肚子怨气，看谁都想骂，那一身红衣服也救不了你，反而让你炸得更快。真正的改命是在转念。当你穿上了那件黄色衣服的时候，你心里要告诉自己，我是厚土，我要包容。老公发脾气，你不跟他吵，你给他倒杯水，这就叫火生土。
他的火气变成了你的福气。当你戴上那块玉佩的时候，你心里要告诉自己，我是生机，我要生长，生意亏了，别在那儿哭天抢地，想想怎么转型，怎么学习。这就叫枯木逢春。衣服是皮，慈悲是骨，智慧是心。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别说丙午年，就是天塌下来你也顶得住。第三件，把这盏灯传下去，是你给子孙积的最大阴德。最后我想跟诸位求个缘，咱们今天能在这里通过文字相见，那是多大的缘分啊！你看到了这篇文章，知道了怎么避开那3大雷，知道了怎么保全家平安，这叫什么？这叫得法。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属牛的人，还有无数个和你一样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们还不知道啊，他们可能明天还要穿着那一身黑西装去谈生意，结果把身体累垮了。他们可能过年还要给老人买那件紫色的唐装，结果好心办了坏事。诸位，我不图你们什么，但我图这个世界多一份平安。老话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哪怕有一句是有用，请你动动手指，把它转发给你的亲人、朋友、同学群。你这不是在发一条信息，你这是在救人。你提醒了一位老友别穿黑，可能就帮他保住了一次健康。你告诉了亲戚别穿紫，可能就帮他们家挽回了一次争吵。这叫什么？这叫法布施。佛家讲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当你把这份避灾的知识分享出去的时候，你就是在做无畏布施。这份功德老天爷都在账本上给你记着呢，他会回报在谁身上？回报在你那正在读书的孩子身上，回报在你那年迈的父母身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好了，话不多说，如果你愿意结这份善缘，愿意为自己和家人在2026年种下颗吉祥的种子，请在评论区留下2个字接福，或者写下一句对家人的祝福，愿父母安康，愿儿女顺遂。你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愿力，千万人汇聚的愿力，就能挡住那漫天的大火，化作满得快要溢出来的福报。2026年，愿属牛的你身披吉色，心属善念，家宅平安，万事顺遂。咱们下个流年见。南无阿弥陀佛。